嗨，大家好，我是美妈很帅，欢迎来到我的育儿频道。这期我们就来说说情绪是如何影响长高的，然后顺便盘点一下哪些家庭的孩子容易长不高，又该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如果你有记录孩子身高的习惯，你会发现每到考试的月份，孩子的身高增长都会突然减慢。寒暑假放假回到家，孩子的身高就会嗖的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美国纽约州心理研究所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长期生活在紧张情绪中的孩子，要比情绪稳定的孩子要矮5.05厘米，而且要超过2倍以上的可能长不到1.57米。如果你了解长高的原理，就会明白情绪为什么对长高影响那么大了。长高说白了就是长骨的生长，而长骨的生长需要生长激素来实现软骨的增生、分化和骨化。考试月份，孩子的精神压力大，使得大脑大量分泌皮质醇，而这种压力激素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这期间，孩子的身高增长自然就不尽人意了。情绪不佳、精神压力大，还会带来连锁反应，比如因此消化道失调，影响营养的消化和吸收，睡眠质量下降，而这些都会妨碍孩子长高。在以下这4种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要么普遍缺乏家庭温暖，要么长期生活在紧张压抑的环境里头，身材矮小的比例普遍比较高。第1种，夫妻感情不和的家庭；第2种，长期打骂孩子的家庭；第3种，经常贬损孩子的家庭；第4种，对孩子的学识有很高要求的家庭。既然愉悦的情绪可以让孩子长得更好更快，那我们可以多在这个维度下功夫，减少皮质醇的分泌，为孩子长高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6岁之前是建立依恋关系和心理发育的黄金期，我们要做好5点。第1，多跟孩子交流互动，尤其是身体的接触和眼神的接触。第2，教会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比如什么样的情绪是紧张，什么样的情绪是生气，同时还要教会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不满。第3，固定日程安排，建立规律的生活节奏，减少情绪爆发的机会。第4，树立好榜样，家长是孩子的参照点，父母的一言一行，孩子都会内化于心。爸爸妈妈和睦恩爱，情绪快乐稳定，孩子也会观察学习这种相处模式。第5，有意识地提高孩子的心理韧性，让他从小就认识到失败是一种历练，犯错不可怕，重要的是要从中吸取教训，让孩子多体验这些挫折情绪，他能够更好地面对真实的自己，以后遇到困难也能够勇往直前。6到18岁这个阶段，孩子的不良情绪主要来源于父母对孩子学习方面的高标准要求，而青春期身心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躁动和不安。人的情绪和行为是大脑额叶控制的，孩子的大脑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这个阶段我们就要把大脑额叶借给孩子，给他提供足够的支持。比如你的孩子专注力很好，时间管理也很强，但是人比较死板，接到大任务而无法立即动手完成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张。这时我们就要协助孩子把这项大任务切割成一个个可以立即动手实行的小任务，帮他消除心理上的负担。青春期孩子长高最快，但是容易情绪两极化，不及时梳理的话，持续的情绪波动不利于长高。所以在合理的情况下，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多留意观察他的身心变化，尽量做到平等交流，帮他平稳度过青春期。愉悦稳定的情绪是催化剂，可以让孩子吃好睡好，精神百倍，让脑髓体释放更多的生长激素，拓宽孩子的长高空间。所以千万别小瞧情绪对长高的影响。如果你的家庭刚好是上面所说的4种家庭之一，请及时调整过来，把孩子从持续的压力中解救出来。好了，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我们下期见吧，拜拜。